叫嘉怡，我是巨蟹座，平常喜欢追剧，然后辩论。我喜欢对方是幽默，然后自信。我叫黄凯勋，我星座是狮子座，所以我觉得现在理想型已经不是重点。我觉得够不够大方，会不会处理事情，一起处理问题，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才是现在我看重的。我是 Jennifer 的 Fer， 星座是巨蟹座，上升双鱼，月亮双子，所以就是很敏感、很搞怪，很喜欢滑雪，很喜欢一些极限的运动。我叫崔浩恩，我现在住在美国的西雅图。我的兴趣是旅游、养宠物，还有音乐。理想型可能就善良、幽默，然后比较活泼的。我叫恩汉，平常喜欢画插画。我比较喜欢的类型的话，应该是比较邻家。如果说，假如说真的世界上有一见钟情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话，我应该会很开心吧。喝香水，第一次飞就是这个意思，对吧？Yes， good。然后到了，终于。Sure know how to drink. I came to the party. I laughed at the jokes she made. I wish that I hadn't, 'cause now the joke's on me. I didn't come here just so I could watch you make a mess. I didn't come here to ugly cry in my favorite dress. So what the hell were you thinking then when you kissed your lips? Now I'm kinda glad you did.然后那个是有冒烟的，他会对你笑哎。哇哦！咱们看吧。那我们开动。好，好，吃饭，等一下吃饭，没错。准备。你们都有测过自己的 MBTI 吗？有。那是什么？你很会猜别人 MBTI 吗？你很难猜。但是我看那个韩国人都很会猜。真的。韩国人他们随便就是聊个天，聊个10句就能猜别人 MBTI。有16个哎。我都记不起来。我只有研究我自己。我猜1。对，我1的。你也是1吧？我家是 I。是吗？我也觉得他是 I。我其实是 I。你绝对是1啊！我爱。我们开动吧！你是？我是1，我是1。你是 I。这是小黄瓜吗？我要小黄瓜。多吃点，那不是小黄瓜。哎，小黄瓜最不喜欢的。就比较像那个番茄花吧？好，番茄花嘛。哎，它有米粉。哇！不要这样搞！你们有什么东西不吃的吗？我先讲，我最讨厌吃小黄瓜。小黄瓜那个瓜味或什么之类，我真的超级不能接受。啊，你有什么不吃的吗？没有。看起来看得出来。什么都吃。什么意思？看得出来，什么都吃。你有拿小黄瓜？啊，我没有拿。有啊，他拿给我了。吃一个。挑战自己的那个。不要挑食。好，吃。用吃的，不是用闻的啦。
没有到这个程度吧？对不起，不要勉强好了。那你们挑另一半第一眼看的会是哪个？我觉得如果是刚认识的人的话，我比较，不会说是外表五官上面或是身材方面，就是应该是看他给人的感觉，笑起来的感觉。我喜欢那种比较有亲切感的人。对，怎么了？很有亲切感哦。干嘛？你知道什么？展现你的亲切感。知道什么？你想拉票吗？可能是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不要有一种讨人厌跟傲慢的感觉就好了。啊，我喜欢有自信的人，就是讲话给人的感觉是还有自信，然后真诚这样。我喜欢讲话比较大方的，就是如果就是以个性来讲的话，你不要那么大发，不是这种。比如说我今天可能讲什么话题，然后都可以没有那么在隐藏或是偶包那种感觉，相处起来要开心比较重要。就比如说像他这样随便讲几句就笑那么开心，这样很好啊，出来度假就是开心啊，这样很好。我不是故意的。没关系，这样很好。对我来说会是比较是视觉上，对不对？因为你第一眼看到人，你还没有跟他正式相处。那有特别脸？你喜欢什么类型哦？善良幽默，然后对啊，你说看脸，脸然后幽默，脸然后幽默，脸长得幽默，不是，那这样不要再笑了，你在笑什么？要多幽默。笑。打扰喽。哦，让我看看这是什么 view。哎，目测看得到海，有看到海浪了。哦，我蛮大的。哇，赞！哇，它上面桌上有卡。哎，你看这个。在自己的名条纸上写下明早想要一起单独活动的成员。投入恋爱相中吧。这么快，这么快！你想好了吗？你说讨论要写谁吗？就是你觉得今天有比较心动的对象吗？我自己是不是那么快的人，所以我有点纠结，因为他们三个都蛮好聊的。要选那个今天聊的最来的，还是最少的？对。对。I keep on falling. Yeah, I've been waiting in silence to see her. 早安。早安。睡得还好吗？比想象中的睡得还要少一点，但就是环境是舒服的，所以我以为会很紧张，然后睡得不好，但还是比想象中好了一点。我选择的对象是佳怡，在她身上可以找到比较多小小的共通点，这种小共通点对我来说反而是看待一段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从昨天到现在，你人是有放松的吗？这是比一开始有放松一些，感觉你也有。从睡了一大觉之后，飞机上来。对，然后我在
在机场的时候是真的很紧张，基本上一句话都不太敢说，看得出来。看得出来。问你话的时候，你就会很紧张，然后回答的非常少。我以为我已经话很少了。你本来跟一般就是新认识的人相处的时候是话会比较多的那种人吗？也不是。所以你会希望就是对方是更会跟你互动吗？对，就是他可能可以丢一些话题，因为我不太跟新认识的人，我比较不会主动想到话题。现在开始要努力一点。什么？我说现在开始要努力一点。我说我要开始想办法找话题。不要紧张。因为其实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所以我就说，那我跟你全部都吃一样的好了。结果他真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他帮我夹的，他夹完他自己的之后，再帮我夹一份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的那个餐盘上面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被照顾的那种感觉。事前采访的时候，他们就有说可能会机会谈论什么样的话题，我就有说这个话就是我大概本来有不太想讲的，但我觉得现在没差就讲，就我会来参加是因为我其实没有跟别人交往过，应该跟小时候的家里的环境也有一点关系，比较管比较严，所以变成是我长到很大，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跟别人互动，这样，所以才会变成现在看到了这样。比较害羞。我发现他的嘴唇一直在抖。他说他没有交过女朋友，我蛮意外的，因为我觉得他看起来应该是女生会喜欢的类型。因为我觉得严格来讲时间的话，时间真的不算太多。对，不知道能改变的事情到底是多少？一定会有，因为就像你从上飞机到下飞机，就已经改变得明显了。我觉得他喜欢的点跟我喜欢的点都差不多，然后我们也都喜欢看类型相同的电影，我觉得我们应该蛮合得来的。就是每个人蓝色人。前面的讲自己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的时候，其实我就已经讲过，我比较喜欢大方的女生。那我觉得 Ferrer 真的是非常大方，大方到不可思议。所以你是算比较户外的人。出去玩的时候是，平常在台湾的时候就很宅。你是宅人对不对？是吧？我就是不太喜欢晒太阳。OK。没有其实我不喜欢流汗，因为我觉得我小时候很胖那种。小时候会有一些同学会说你身上很臭啊，干嘛之类的。是哦。然后我很喜欢买香水。我也是。对，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注重自己身上的味道或什么之类的。那你喜欢什么？你今天喷哪一支？呀！那你自己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没有什么类型耶。靠感觉。对，就是靠感觉。真的假的？然后我喜欢大方的男生，那我昨天有观察到你感觉是一个大方的男生。大方就不是说付钱那种行为上的，就是蛮会体贴女生的。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外向一点，就我说的是怎么讲，相处起来像兄弟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喜欢一开始就像好朋友这样。确实。比如说我可以就是每天跟他讲一些屁话啊，什么开黄腔干嘛，各种随便乱讲话。但我也喜欢那种就是可以各自就是不讲话待在一起也很舒服的那种状态。我记得你是台中人，那你自己对远距离是什么看法？我第一段就是远距离啊，就是台湾跟波士顿的。哇哦，那你坚持了多久？3年多。那你是因为远距离分手吗？还是因为他劈腿？哇哦，就远距离是 OK 啊，我觉得。我觉得远距离反而是你可以更专心在自己的工作上，因为其实讲真，我们现在也应该是没有到那么老啦，就是还算年轻，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其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觉得感情就可能就是互相陪伴，对吧？因为你刚刚讲到劈腿这件事情，我其实也想有一些东西想跟你分享或坦诚这，所以可能因为我自己在某一段感情里面，就是自己就可能因为自己以前比较不成熟，
透过去跟其他女生相处，然后去逃避我跟我原本女朋友的感情状况，就是感情的问题。OK， 虽然好像直观我没有办法接受，或者是直观会觉得有一点小抵触的这个感觉，但是也是很佩服跟很感谢他这种大方的，就是坦诚的感觉。我比较不喜欢男生是在追你之前，或者是真的在一起之前，打造一个很完美的形象，把自己弄得很符合你喜欢的标准，然后在一起后，他才慢慢打回原形，然后说他只是想做自己，所以他一开始就坦诚，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觉得能接受这件事情的人就可以接受，不能就不行。对，就是我自己也帮自己过滤，我也不用说去浪费太多时间或是干嘛。对啊，那我明天就看你的选择，我就知道你接不接受。对不对？没有，这我懂我意思吗？那我就往那里踢，我往那里踢，怎么往我这里踢呀？他敢对我泼水，然后我也敢跟他玩，就是不会怕对方会生气或什么，因为我们大概知道对方不会因为这种事情就生气那种感觉，就感觉好像有稍微抓到彼此的一些底线或是一些线在，就是让我觉得我跟他是更接近的。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在看那个飞机的荧幕的时候，然后可能他就把头靠过来很近的时候。Hello， 睡得还好吗 ？Hello， 睡得很少。真的吗？你几点睡的？快2点。快2点。那你看我几点起来？你猜我几点起来？4、5点。5点半。我也差不多。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你最在意的点是什么？或者你最喜欢怎样的相处模式？就是像好朋友那样，就是像那种，也不是像兄弟那么夸张。虽然是交往对象，可是还是，那鼻子有点痒，对不起。虽然是交往对象，可是还是可以像很亲密的朋友那样开玩笑啊、互动什么的，然后一起去探险，这样一起长大，对。我不知道这个会讲，看到他穿泳衣的时候，可能就赞，这样。昨天穿西装的时候，我就已经发现那边蛮紧的，所以没有很意外，但是还是觉得身材不错。他坐在泳池边，然后我在泳池里面的时候，那个角度聊天的过程氛围蛮不错的。我问你哦，因为我很喜欢开玩笑，你可以看得出来。那有什么你比较不能开玩笑的地方，或者是你的底线在哪里？有些不能踩的。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因为如果是玩笑的话，都没差，就是听得出来是玩笑就 OK。会开玩笑的人要很开得起玩笑，对不对？如果我很喜欢开玩笑，双标啊。对，不可以双标。那你谈过几次恋爱？哇，这么劲爆！一开始就来这种。没有一开始第2天啦。这算是一开始，好不好？好。认真就是很认真3次。不认真。学生时代这种打笑那个我们就不要太在意。你呢？2次。好多哦。真的哦，3次就很少哦。没有啊。好，要这样要这样玩啊！盲选哦。24。我现在是24岁，我本来都是主要是在做平面设计相关的工作，最近有开始尝试往平面模特儿的方面，就是去尝试这样子，因为有收到一些邀约，所以就有做尝试。26。我26，
我今年26岁，我8月的时候满27岁。那我通常不会因为年龄就是让约会对象吓一跳，因为姐姐追不到，妹妹就也不会觉得我年纪太大，就目前处于刚刚好的年纪这样子。31、36。36屁啦，25吧。看小屁孩哦。真假？我现在21岁，然后我的职业是小提琴家跟篮球教练。大家看到我、听到我说“啊，你21岁”，他们就很惊讶。还有人说我最高听过有人说我36岁。那我们现在应该也是可以，除了年龄外，那个职业也可以聊。嗯，对。那我猜你，职业，我猜你。你的话，模特儿。对，没办法坐办公室。我今年27岁，然后我的职业是模特，然后偶尔是演员，然后也是多媒体创作者。大家可能会比较被网络上的那种开心活泼的形象吸引，可是因为就是私底下的时候，毕竟还是有真实人类的一面，他们就会觉得啊，你本人好像也没那么活泼，然后就可能会滤镜碎掉这样。你有兄弟姐妹吗？有2个姐姐，刚好跟你反过来。 Nice。对啊，你也是最小的。对，有姐姐教育过的男生肯定很贴心。对啊，就我自己现在不太爱被别人拍照，但是我很会帮他们拍照。 Nice。1、2、3，我觉得还不错哎。哎，你很会拍耶！你知道有一些男生都把我们拍得像拐瓜裂枣的。对，这个很像你那个哪一个？笑开怀的那个，你知道吗？吃饭的那个时候，那个脸，你就是我笑开怀是这个脸吗？吃饭的时候，你我自己笑开怀就是这个脸。我除了跟我2个亲姐姐感情很好之外，我还有2个表姐、2个堂姐，哇，都是姐姐，都是姐姐，全部都是姐姐。你绝对是贴心怪。那你姐姐们知道你要来这个节目？知道啊。他们有觉得怎么样吗？因为呢，她们是非常温柔又非常美丽的2个女生，所以他们就会给我很多鼓励。找女朋友就要找跟我姐姐一样的女生。那你会喜欢，就是你主动喜欢别人，还是女生很主动？我喜欢女生很主动。哦，真假的？我是那种比起我自己喜欢的人，对，别人喜欢我的话，会让我突然很在意那个人。对你，我也是，我会喜欢上喜欢我的人。对，我也是喜欢我的人。哎，为什么是？对，因为我手有出了一点汗。因为像你蛮高的嘛，170。像有男朋友会不会想要找什么高的啊，或是干嘛之类的？我觉得外形我还好，就是不会太顺眼就好。我目前20岁，然后是台大法律系升3年级的学生。通常大家会说我看起来比我实际年龄还要大，但认识之后就会觉得比较爱开玩笑、调皮。我之前长这样。还好吧，这样哪有很胖？左边哦，这样有一点胖。我在吃披萨。高1的时候交一个女朋友，然后人家说，她那女的漂漂亮亮，干嘛跟一只猪在一起？就瞎了吗？这样子。然后其实那时候有时候蛮难过的。然后后来分手就开始减肥啊，干嘛就哇。好可爱哦。对啊，然后他们叫什么？他叫布丁，他叫鲷鱼，他原本叫鲷鱼烧，但是太难念了就变鲷鱼了。然后那时候带他们去美国。只有我们2个的那一趟游船的时候，我把麦克风摘掉，然后他跟我分享了一些他过去恋爱的经验，他有把他内心话都告诉我。啊，这才是人生嘛！我的手机等下摔了掉下去，我一不冲下去捡。我觉得一个人做就是更自在，因为如果旁边有一个女生要在约会的话，我可能会
怎么说？不会像现在这样。然后，嗨，嗨，我觉得在这边拉小提琴怎么样？应该带来的，哎，很有气氛，对不对？这么哇哦，玩这么开，是要选女生对不对？男生。对。哦，现在要选吗？明天再选。对吗？好。我活到现在21年，看过前3大漂亮的夕阳，那个夕阳真的像画一样，超级美。你相信我们会在这5天内找到属于我们的 Mr. Right？ 这几天下来，我的方向一直是蛮明确的。那个感觉对了，我觉得那个其实时间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有人玩到眼泪流出来。我会愿意为了他做1次、2次、3次，最重要的是这1次、2次、3次之间，他有没有让我感受到互相的这种感觉？做国人。啊，国人一样。我感觉同龄人好像真的相处起来比较自在。只是内在的那种契合度，那个对我来说可能是我现在更看重。你看，像这样子这样严肃，这样真的是对的吗？不会，我跟你讲，就是这样。我决定好了，你们呢？这几天跟你相处很开心。要是我现在说选菲菲，你们会不会觉得很劲爆啊？我就是轻松啊。其实蛮紧张的。对我而言，3个里面一定有一个是最适合的。